Hello， 我是欧社部，欢迎来到开机分析系列影片。今天要来介绍的球队是堪称赛季最大黑马的印第安纳六马队。如果说西区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球队是爵士队，那么东区呢绝对是六马队。无独有偶的，两队在经历了主将出走的风波之后，不仅没有因此一蹶不振，反而借由新少主的崛起，带领球队闯进了季后赛。有趣的是，这两支球队在季后赛的表现更是赢得了许多球迷的尊重。六马一度将拥有 LeBron 的骑士逼进了死角才落败，爵士更是击败了雷霆，直到面对火箭才落败。只是在今年夏天上的人员异动，对比的爵士仅签回原班人马，便不再做变动。六马在休季期间的操作明显更加亮眼，因为值得讨论的点更多的因素，才选择舍弃掉爵士。本部影片将会更改形式，我将会先从休季操作上的人员异动开始说起，一路谈到后场、前锋和禁区常人，最后再来总结球队在下一季的挑战和担忧。话不多说，就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球员的异动表。基本上六马今年夏天的补强可以说是非常的到位。不过关于休季操作部分呢，我也曾在之前的影片，也就是自由市场动向 EP4 东区球队休季操作评比上篇就已经提过了。因此我自己想要谈的是很常被忽略掉的选秀部分，而是说六马选下的两名球员是有不小的可能性，在未来2-3年之内进入六马的球员人质名单。那这边先来说说用首轮第23顺位所选进来的控卫 Aaron Holiday 吧。硬体的设备上虽然只有6尺1寸的身高，但是却搭配了6尺6寸的臂展，加上本身算是厚实的身材，让他在防守端更符合六马上一季讲求防守压迫对手、制造攻防转换的策略。态度上也非常热爱在防守端做出贡献，只是身高部分免不了容易会被大吃小。进攻端则具备矮控卫生存的必要技能，具备运球切入和对抗后上篮的能力。外围投射的部分在同届算是非常顶尖的水准，只是在组织和运球能力上就略显普通。类型来说算是现今热门的双能卫。模板的话，私心认为很像年轻时期的 Kyle Lowry， 当然已经21岁的 Holiday 能否摸到这个天花板还很难说。不过尽管没有过人的天赋和潜力，但是作为一名替补的控球，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人选了。考虑到 Darren Collison 和 Corey Joseph 这两名控卫只剩下1年短约的情况， Aaron Holiday 极有可能在第2年接替板凳控球的位置。以当时的选秀来看，算是非常务实的选择。不过令我觉得特别的是，六马在第2轮第50顺位所选到的前锋 Elias Johnson， 除了他的长相很像是 Westbrook 和 Jimmy Butler 两名球星模组混合后的产品之外，目前身高6尺9寸的他一直以来并不是所谓正统的常人或者是前锋。事实上，他在高一的时候呢，只是一名身高仅5尺9寸的铁人派控卫。有趣的是，随着高中岁月的演进 ，Johnson 身高到了大学时期已经成长了将近1英尺，因此他在高中4年下来，每一年的工作和打法都不断的在改变，让他在技能上算是样样的通，但是没有一项精。读了4年大学的他，因为已经22岁的因素，天花板和未来的发展受限，才导致他在第2轮才被选走。但真正让我注意到他的时候是夏季的联赛，或许是因为大学打过4年球的因素， Elias Johnson 在场上总是知道该做什么，经验老道的他很敢冲也很敢打，能在禁区缴获也愿意争抢篮板。控卫出身的他保留了过去的技能包，具备了抓下篮板后带球推进甚至寻找队友，打法让我想起了年轻时期的 Thaddeus Young， 正好正版的他就在六马阵中。如果 Elias Johnson 能够把投射能力练稳的话，个人认为他非常有潜力可以接替明年 Thaddeus Young 合约到期后的空缺，或至少是一名称职的板凳绿叶。所以是的，比起了休季操作的评价，我认为六马其实在选秀会上的操作是被严重低估的。好的，那这边先从后场开始谈起吧。尽管休季的时候，球队选择不执行 Lance Stephenson 的球队选项，让他进入了自由市场，并最终前往了湖人签署了多元成家。但是补进的 Tyreke Evans 却反而让六马在战力上提升到了另外一个档次。不过这也造成了轮值上一些奢侈的烦恼。撇除掉预计将会担任第3控卫的 Aaron Holiday， 后场球员将会有4名值得上场的好球员，分别是原有的2名控球 Darren Collison 和 Corey Joseph， 以及以2号位为主的 Oladipo 和 Evans。在上场时间的调配上确实是有点麻烦。Oladipo的地位和时间不动是废话，不需要多言。至于 Collison 和 Evans 就有趣了。理论上来说 ，Tyreke Evans 属于升级版的 Collison， 无论是攻防两端还是身高体能都是。尽管预计他会挂名替补2号位，但实际上来说，他会是六马另外一个进攻核心。考虑到这2个人在无球跑位上并没有太多问题的因素，或许我们有机会看到 Collison、Oladipo 和 Evans 这3个人同时在场上的画面。只是这样的后场身高实在是太矮了一些就是了。当然，本届六马依旧还是拼装车模
模式，两人身上的剩余合约也只有1年。Collinson 上季和 Oladipo 搭配后，证明了虽然进攻模式搭配 OK， 但是在季后赛这种层级依旧无法成为另外一个进攻主轴。而在正式的六马决定引进 Evans 的原因，没意外的话，我们可能会看到 Evans 在明星赛后接替 Collinson 的先发控球位置。个人是认为 Collinson 应该是没差啊，过去本来就是擅长第6人的他，不会有太多角色上的定位问题。Oladipo 和 Evans 也都是打2号位，如此以来也能保证无论是板凳还是先发，场上都会有一名具备进攻威胁的指挥官。Oladipo 更能因为 Evans 的加盟能多做喘息。至于 Yusuf 就有点小尴尬了，像他这种类型的团队球员，给予更多上场时间也只能维持运作，无法带给球队更多的帮助和惊喜。不要误会 ，Yusuf 依旧是一名好球员，但是他在场上的工作就是担任弱边的射手和防守工作，他能够维持球队在攻防的运作，但无法加强太多。在球团引进 Tyreke Evans 之后 ，Yusuf 的上场时间将可能遭到不小的压缩，上季场均27分钟将下修至20分左右，甚至可能更低。考虑到了身上合约即将在明年夏天到期，或许会是六马的季中交易的筹码。毕竟放眼阵容上，其实比较缺的是摇摆人，而非控卫。当然，对于六马这种季后赛球队，能用的战力是越多越好。因此，会不会真的拿来当做交易筹码，还真的不好说。Aaron Holiday 就不用说了，连 Yusuf 都不一定能够分到太多时间了。死菜逼吧，还是好好守凯特利吧。第一年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只会在垃圾时间上场，并作为前面轮替球员受伤时的备胎。相对于后场战力略显拥挤的情况，六马在摇摆人上的整体战力则略显薄弱。先发预计还是会有 Bogdanovic 来担任，替补端则是会有新同学 McDermott 来接替。外围火力部分确实没有太大的问题，尤其是夏天引援的射手，算是具备了完整的无球跑位接力能力。上季的独行侠时期的3分命中率高达 49.4%， 透过 K 全秀的方式出手，同样也有 45.8%， 算是能够解决六马上季在季后赛苦无外围射手解套的缺陷。然而这两个问题依旧在于防守，他们的防守评价已经不是用很糟来形容了，而是当你在讨论他们的时候呢，往往会选择忽略掉，并且期待他们能在进攻端上把防守端失去的分数砍回来就好。是的，这个问题呢是六马在季后赛能够走多远的疑虑。如果今天是对上了76人或是巫师这种侧翼没有持球单打点的球队，六马的缺陷并不会被放大出来。好吧，76人可能有 Ben Simmons 这种奇星总算是例外。然而如果面对像是塞尔提克和公鹿这种侧翼海的话，摇摆人没有足够等级的防守公民是非常伤的。或许这个问题能够透过 Evans 拉到3号位来做解决。问题是如此一来，后场身高更容易遭到碾压。目前球队还有一个球员空格，个人是希望他们能够留到交易截止日那段期间好好利用，否则防守端真的是有点陡啊。4号位的部分呢，依旧是由队长 Thaddeus Young 来担任，战术设定那些的预计是不会做更动，防守端依旧还会是把最强的丢给他手。不过除此之外，个人是希望他能在闲暇的时间指点小老弟 Elias Johnson， 尤其在防守解读和底线游走跟进的意识。不过样自己的投篮姿势也很奇葩就是了啦。老实说，比起了已经在夏季联赛打出身手的 Johnson， 去年选进的 TJ Leaf 就真的很令人担心了。身为2年级生的他，在夏季联赛表现非常的糟糕，单打脚步和中长距离的投射都很悲剧，投篮姿势比 Johnson 更诡异更不准。缺乏持球能力的他，对比了能够带球甚至能够从外围切入的 Johnson， 前景真的是堪忧。尽管在体态上有增重和增加的对抗性，但夏季联赛真的看不出有何成长，估计应该还会是守开特利为主，甚至可能连 Johnson 都比不赢上场时间。常人的部分定位就比较诡异了。Sabonis 打法虽然是常人，但是上季有不少的时间会支援到4号位。原本我认为六马在补进 O'Quinn 之后 ，Sabonis 的上场时间可能会遭到压缩，甚至是转念4号位的功能和技巧。然而最近训练营和媒体日消息指出 ，O'Quinn 的定位将不会是固定的轮值名单，而是当 Sabonis 和 Turner 遇到犯规麻烦时的备胎。我认为这个出发点确实还是有道理在。Sabonis 其实上季大多数的时间还是打中锋为主，因为 Turner 实在太容易开场先吃个2番后自己下场坐板凳。季中因为伤势的因素缺席了几场比赛，让 Sabonis 在1月场均上场时间上涨到 28.6 分钟，而季后赛这一对年轻常人场均犯规又直线的飙升，搞得2个人很早就坐板凳，当做摇滚区在挥荧光棒。但是 Sabonis 上季的表现确实是六马能有这样战绩的重要人手，和 Turner 的双塔搭配看起来好像也有雏形在。考虑到了4号位的替补人手不是很菜，就是战力不符，我不太认为凯尔 O'Quinn 会完全没有上场的时间，每场上个10到14分钟应该还是合理范围的。至于 Sabonis 的定位就很有趣了，作为一个4号位的话，他的补防和协防速度老实说并不及格，在季后赛非常容易会被抓出来打。但是呢 ，Turner 的协防范围其实可以弥补这个缺陷，或许防守端可能会让 Sabonis 摆5号沉底，让 Turner 出去协防之类都是可行的。进攻端2个人都具备外围投射，高位传导部分则一向是 Sabonis 拿手好戏，而 Turner 在赛季后半段甚至还有了给小球能力。或许六马进攻端真的可以开始跑双塔的战术，当然这部分还是有各自要加强的地方，例如说 Sabonis 可能真的要开始练3分投射，
色。虽然我印象中他在雷霆的第1年其实是有在投3分的，因此这应该难不倒他。但是Turner的部分就真的需要加强进攻的脚步和能力。上季场均12.7分、6.4篮板的数据真的非常的不及格啊！要求不多啊，场均18分、8篮板应该不为过吧？当然，首先他要先能继续待在场上，否则犯规的麻烦会持续让他无法为球队做出贡献。所幸最近看到2个人动态上贴出了训练和雕塑后的体态和体格，看样子是真的有来下功夫，希望球技也有跟着进步。好，那阵容也讲得差不多了，接着来谈谈六马下一季的展望和目标。很明显的，这一季对六马来说很重要。上季季后赛表现证明了，依靠单核是走不出东区的，除非那个单核叫LeBron。因此补进了 Tyreke Evans 这一名中生代的球星，希望他能够成为球队需要的另外一个核心。磨合恰当的话，自然也会在明年夏天力求留住他。六马阵中多达7张合约即将到期，薪资空间是看起来很空的42 million。但是六马真正需要烦恼的是 Miles Turner 的续约问题。新的合约即将跑完了他，对于六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估价的球员。对于现今六马的阵型，Turner的表现能爆发多少，决定了六马能在季后赛走多远。而符合现今潮流的常人，本来自由市场就是热门的商品。考量到明年不少球队都有薪资空间可以签人，对于六马来说确实是一件棘手的事情。这里的棘手并不是留不留得住，毕竟 RFA 的设置下是不用太过的担心。真正要麻烦是在于合约的匹配，有没有可能出现像过去篮网对Tyler Johnson和 Otto Porter 这种开出超大合约抢人的情况是很难评估的。总管必须要设立停损点，例如说超出多少价码，六马就不跟之类的。不过如果 Turner 打出身价的话呢，我想这就不是问题了。影片的最后呢，按照惯例推荐一下粉专啊。对，说到粉专，有不少观众希望我能整理一下平常在看的粉专和写手。关于这点呢，不用担心，开机后那个礼拜应该会看到这个题材影片上架。好了，回到六马身上，推荐的粉专当然就是瓶子六马日记，文笔非常好一名前辈爱写手。如果你对于这支球队非常有兴趣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优质的粉专。好，那影片差不多告个段落了，感谢各位的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和分享。想要看到更多即时的资讯和看法的，欢迎到我的 FB 粉专或是IG上逛逛。我是欧车布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至于下支影片呢，这边提示一下，下支影片的主角是西区的球队，然后又打进季后赛。我想这个提示应该是蛮明显的啦。